一道飞翼布局的灰色身影划过天际，一架没有垂尾的巨型无人机引发国际军事观察家的密切关注。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又要熬夜加班了。大家还记得小编在9月给大家分享的这期影片吗？你猜怎么着？它就这么华丽丽的起飞了。根据媒体的视频显示，这款被外界称为 GJX 的飞行器已经完成了起降、低空通场和机动盘旋等多个飞行测试科目。就这速度，你让美国怎么跟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9月中旬，美国战区网站的编辑们盯着电脑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，标题改了3遍才敢发。中国新疆马兰基地惊现42米翼展飞翼无人机，尺寸直逼 B-21。当时分析人士用卫星像素一点点对比，算出来这架神秘飞机翼展42米，机长22到23米，纯粹的飞翼布局，跟拍扁的黑蝙蝠似的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侦察无人机。居民圈当时还在讨论这玩意什么时候能飞，结果10月就传来实锤。有人拍到它在试飞场上空划过的痕迹，从卫星曝光到完成首飞才短短37天。要知道，美军 B-21从曝光到首飞等了快2年，俄罗斯 PAK-DA 轰炸机更是画了10几年图纸还没动静。中国这速度简直跟开了倍速似的。更绝的是，卫星照片里还拍到2架原型机并排停在停机坪。懂行的都知道，同时造2架原型机试飞，意味着地面验证早做完了，就差天上的数据。这可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，得有成熟的复合材料工艺、数字化总装生产线，还得有底气承担风险。美国军事专家在专家栏里酸溜溜地说，中国航空工业现在的迭代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评估模型。再看试飞照片的细节，这架无人机背部有个小驼峰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背腹式进气道，底下藏着双发动机，还有它降落时展开的开裂式襟翼。跟 B-2轰炸机的设计有点像，但翼尖的切角更锐利，明显是优化过的隐身设计。有军事博主扒出数据，这玩意雷达反射面积估计也就 0.001平方米，比一只老鹰还小，想在雷达上抓住它难。光有尺寸和速度还不够，真本事得看载荷和航程。多方分析下来，这架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能到50至80吨，机腹的内置弹舱更是吓人，15吨级载弹量。要知道轰 6K 的载弹量也就12吨。业内专家估算，它的航程能破10000公里，作战半径超5000公里。要是挂着常见20巡航导弹，打击范围能再延伸2000公里，轻松覆盖关岛、达尔文港这些美军在亚太的关键基地。更狠的是，它不用考虑飞行员的生理极限，能在天上飞几10个小时，绕着第2岛链转圈圈都没问题。动力方面虽然没官宣，但看这试飞频率肯定有新突破。之前美方嚷嚷着要限制飞机零部件出口，现在看来大概率是看到这架无人机后慌了神，毕竟这只是个无人机，翼展就快赶上 B-21了，还能隐身，就算载弹量少点，也是妥妥的战略级装备。美军现在还在纠结 B-21能不能在雨中起飞，咱们已经把战略无人机玩明白了。飞翼布局的好处不用多说，声阻比大，隐身性好，但飞控是个大难题，没有垂尾和方向舵，全靠襟副翼控制，稍微没调好就容易失稳。咱们能让它稳定试飞，说明飞控算法和传感器系统都过关了。有航空工程师调侃，以前觉得飞翼布局是天坑，现在咱们把坑填上了，还顺便搭上了座桥。别以为这架无人机就只会扔炸弹，它的用途多到能让美军参谋挠头。有人说它是无人隐身轰炸机，有人说它是高空长航时侦察机，更专业的猜测是它能身兼数职，又能侦察又能打击。最让人期待的是它和歼20的协同作战。歼20弹舱小，没法挂大型导弹，这无人机刚好能当外置弹舱，到时候歼20在前头当指挥机，无人机在后面跟着，遇到航母战斗群，直接让无人机发射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，自己还能全身而退。这种有人机加无人机的组合，美军现在还在实验室里模拟，咱们已经快能实战部署了。还有人设想它能改造成隐身加油机，现在的加油机都不隐身，一出门就被雷达盯上，没法给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加油。
要是这无人机加装加油吊舱，就能在敌后给战机补油，让歼20的作战半径再扩大一圈，甚至还能当通信中继接点，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给编队传数据，相当于空中的信号塔。按现在15吨的载弹量算，它能挂1枚惊雷1空射中远程导弹加2枚鹰击21。这配置打航母足够了，要是换成小直径炸弹，一次能挂几十枚。炸雷达站、机场跟玩似的。有军迷算了笔账，一架这种无人机的打击效能顶得上3架轰 6K， 还不用冒飞行员伤亡的风险，太值了。这架无人机一飞，不少网友开始调侃，轰20还没出来就成牛夫人了。其实不是轰20不行，是中国军工卷得太厉害。以前军迷盼轰20跟盼春晚压轴似的，现在突然冒出来这么个狠角色，大家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要知道，轰20是有人战略轰炸机，负责的是全球打击任务，跟这架无人机分工不同。但架不住这无人机太亮眼，航程、载弹量都快赶上战略轰炸机了，还不用人开。也难怪有网友开玩笑称，以前觉得轰20是王炸，现在发现咱们手里还有同花顺。不过也别小看轰20，去年珠海航展放的那张渲染图，机翼下有4个挂点，机尾有隐身垂尾，说明它的设计早就成熟了。可能现在不曝光，就是想等关键时刻给对手来个惊喜。毕竟真正的杀器从来不是靠曝光刷存在感，是等用的时候让敌人来不及反应。这架无人机试飞的消息传到美国，网友评论直接分成3派，比新闻本身还热闹。第一派是嘴硬党，坚信美国天下第一。有人说洛格仓库里肯定有更厉害的，只是没拿出来，等解封油纸包。中国无人机就是靶子，这话一出，立马有人怼回去，油纸包都快过期了 ，B21首飞还推迟3次，好意思说别人？第二派是焦虑党，对着美国军工一顿吐槽，看看中国37天就试飞，咱们 F35超支2000亿，毛病还一堆，特朗普除了嘴炮还会什么？更有人哀嚎，大美要完，等咱们争论完预算，中国可能已经造10架了。第3派是理性党，试图分析中国为什么要搞这无人机。有个网友说，美国搞无人机是因为怕伤亡，缺飞行员，中国为什么也搞？其实这话说对了一半。咱们虽然飞行员训练水平高，但现在化战机越来越多，确实面临装备等人的问题。尤其是海军福建舰快服役了，004、005航母也在造，舰载机飞行员缺口大，无人机刚好能补上这个窟窿。就在大家讨论无人机的时候，美国智库 WDMMA 突然搞了个全球空军排名，你猜怎么着？印度排第3，中国排第4。这消息一出来，连印度媒体都不敢相信，直呼这是美国给咱们送的迎学大礼包吧。先看看这排名是怎么来的。WDMMA 说用了 Travel 评分，考虑了整体实力、现代化水平、后勤等因素，还特别强调给特种任务飞机、教练机更高权重，听着挺专业，实则全是漏洞。他说印度排名高，首先是因为今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，印军展示了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，而中国空军近60年没实战经验。可路透社早就披露了，那次冲突印度损失了好几架战机，就是因为低估了巴基斯坦的霹雳15导弹射程，把200公里当成150公里，这也能算优势？然后又说印度空军结构更平衡，31.6%是战斗机，29%是直升机，21.8%是教练机，而中国空军52.9%是战斗机，多样性不足。可明眼人都知道，印度战斗机比例低是因为缺编。印度空军本来该有42.5个战斗机中队，现在只剩29个，缺了200多架飞机，这也能吹成平衡。最离谱的是，他把印度万国牌装备当成优点，说印度有俄制苏 30MKI、法制阵风、美制 C17 是健康组合，而中国只有俄制和自研装备，多样性不够。可印度空军早就被万国牌坑惨了，苏30的发动机和阵风的航电不兼容，配件得从10几个国家买，出勤率还不到60%，这也能算优势？美国智库的排名，连印度媒体都觉得脸红。欧亚时报赶紧出来泼冷水，别得意忘形，这排名不靠谱。中国空军的实力比这强多了。首先看装备，中国歼20已经列装200多架，印度光辉战机造了30年，交付还不到50架，而且发动机、航电都是进口的。中国还有歼35舰载机，印度的隐身战机还在图纸上，乐观估计2035年才能服役，这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。再看航空工业，
中国能自主造歼10C、歼20发动机、导弹都能自己搞，还能出口无人机、战斗机。印度连光辉的国产化率都不到50%，国产发动机项目失败了，只能靠俄罗斯接济。欧亚时报承认，中国在航空工业上领先印度数年，甚至数十年。最关键的是无人机领域 ，WDMMA 排名居然没算无人机。现在无人机在战争里多重要？纳卡冲突、俄乌冲突都证明了，中国是全球3大军用无人机出口国，有攻击11、彩虹7这些隐身无人机，还能和歼20协同作战。印度呢，主力无人机还是从以色列买的，自己造的连试飞都困难。印度媒体最后总结，排名就是个笑话。中国空军已经从防御型转向进攻型，有战略轰炸机、隐身战机、无人机，体系化作战能力远超我们。咱们要是真信了这排名，才是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